嗨，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回到鹦鹉小木，我是 Jack。我们在饲养宠物鸟之前啊，很多人都会很看重叫声的这个问题。当然，我们会看重叫声这个问题啊，包含了很多的要素，比如说家中有年纪比较小的孩子，他们比较怕吵，或是有年纪比较大的长者，鸟类它们天性所带来的鸣叫声，有可能会造成它们生活上面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在饲养鹦鹉之前呢，很多人都会考虑哪一种鹦鹉的叫声啊比较适合安静生活。今天要为各位带来的是5种叫声较为安静的鹦鹉品种。并且啊，我也要简单介绍一下这几种鹦鹉的特性。大家如果想要看更详细的讲解，也欢迎参考之前的宠物鸟图鉴哦。这是一个专门介绍鹦鹉知识的频道。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跟鹦鹉有关的知识，或者是一些饲养上面的介绍的话，也千万不要忘记订阅这个频道。这一集影片的最后要带给各位一个可以让鹦鹉心情比较缓和、叫声不要那么庞大的小方法，而且这个方法是适用于每一种鹦鹉品种。如果大家对这一点感到好奇的话，也一定要记得看完这一支影片哦。那我们就开始吧。第一个我要介绍的安静鹦鹉品种就是所谓的口袋鹦鹉。这个品种啊，它的体型相当的小，体长大约12.5公分，而体重啊也非常轻，大约坐在33克左右。太平洋鹦鹉啊，它们算是一种叫声不会太大的鹦鹉，而且它们算是一种小型的鹦鹉，在照顾上面啊，它的经济负担啊也不会太大。如果你今天是饲养在室内的话，它也比较不会影响到你的生活起居等等。所以说，很多人在大都市想要养鸟的话，都会选这种鹦鹉啊来当做首选。但是要特别注意的是哦，这种鹦鹉啊，它刚买来的时候会比较害羞一点。我们可能会观察到啊，它比较不爱吃东西，就像我们人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一样哦，会感到心情比较紧张，食欲的部分呢也会比原本的降低一些。但是这不会构成太大的问题哦。等太平洋鹦鹉慢慢的适应环境之后，就可以恢复到它们正常活泼的样子。我们在饲养它们要特别注意哦，它们的身体其实是比我们之前讲到的爱情鸟啊来的脆弱一些的，所以说我们要特别注意它的饲养环境啊，温差也不要太大。如果太冷或是太热，也要特别注意温度控制的部分。虽然它们是属于体型比较小的鹦鹉，但是对于其他新进的鹦鹉或者是跟它体型差不多的鹦鹉呢，有时候也会带有一点攻击性。如果你有带新的鸟宝回来啊，要特别注意这个太平洋鹦鹉跟它们的相处时间。如果想要让它们住在一起的话，也要特别注意它们的状态，以免它们出现一些打架打斗的行为。太平洋鹦鹉这种小型的鹦鹉呢，它们也是属于很喜欢洗澡的鹦鹉，所以我们在照顾它们也要提供它们浴盆，让它们做清洗、做沐浴的动作。经过人工的饲养，有时候会出现一些肥胖的问题哦，所以说啊，我们在日常调配它们的饮食上面要特别注意。之后这个频道啊也会准备啊各种鹦鹉的饲养知识，还有我们在调配它们饲料上面的比例，还有它们的营养等等。如果大家想要看这一系列的影片的话，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哦。接下来要介绍第二个品种。第二个品种也是之前鸟图鉴介绍过的假丁，有些人会称它们为披属的鹦鹉。假丁这种鹦鹉啊，它们的外表啊跟亚马逊鹦鹉有点类似，主要的颜色啊都是以绿色为主。如果你是从假丁的幼鸟开始饲养的话，它们长大之后将会成为一种非常棒的宠物鸟。它们的体型啊比前面讲到的口袋鹦鹉来的大了一些哦，而且啊跟其他中体型的像和尚鹦鹉跟金太阳比起来呢，它们的叫声是属于非常安静的。有些人甚至会称之它们为鹦鹉界的资优生。重点是很多人会在意说话能力的部分，这种鹦鹉它也是具备有说话能力的，它们学习语言的能力啊也比较强，也比较快。只要它们跟人建立起信心、信任感之后，也不太容易会去攻击人，甚至说啊，在繁殖期的时候也不会像亚马逊鹦鹉一样具有攻击性、侵略性。这种鹦鹉它们刚带回家的时候啊，一样会感到不安、感到害羞，那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情况。它们需要时间去适应环境，而且它们跟其他中体型的鹦鹉比起来啊，它们的适应的时间啊需要比较长，适应的速度也会比较慢。但是，一样在适应环境之后，它们的身体就相当的壮硕，而且个性十分的活泼哦，因为它们的智商相对比较高一些哦。所以说，如果你没有给它们足够的陪伴，一样会出现忧郁、出现咬毛的行为。这些笼养环境带给它们的压力啊，都会产生这些行为异常的部分。如果大家想要饲养假丁式鹦鹉的话，也要特别注意你有没有时间做陪伴。再来提一点，假丁式鹦鹉它们的咬合力是非常强的哦，所以不论是你在饲养它们的环境里面，你需要提供它们更多啃咬型的玩具，在跟它们互动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哦。如果它们有时候个性情绪一来啊，把你们咬住的话，也是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心理准备哦。如果我们想要尽量避免这些咬人的行为、咬人的情况，我们就要仔细的去观察它们的行为变化。如果它们想要咬人的话，也要适时的做制止、做处置、做教育。接下来第3个要介绍的品种，跟前面讲到的假丁式鹦鹉有一点像，这个物种呢叫做塞内加尔鹦鹉。前面讲到的假丁式鹦鹉跟这个塞内加尔鹦鹉，它们都是属于比较冷门的物种，有时候我们想要养啊，也不见得买得到。但是呢，它们在鹦鹉的安静品种里面啊，算是首选，算是非常不错的品种。虽然说它们的取得不是那么样的容易，但是不论是它们的叫声也好，
好，个性也好，很多人只要饲养到这些鹦鹉之后啊，都会觉得说哇，好像捡到了宝一样。塞内加尔这种鹦鹉，如果从幼鸟开始养起，一样是具备有说话能力的，而且它们的叫声啊也不会太大。体型的部分跟其他中大型的鹦鹉比起来是比较小一些哦，所以说它们的笼子啊，它们需要饲养的环境空间的部分呢，也比较不会那么大。但是要特别注意，它们一样啊，需要每天的放风时间，让它们有每天足够的运动量哦，对它们的身体还有心理来说都是比较好的。它们跟前面讲到的假丁式鹦鹉一样，都很喜欢去咀嚼一些东西哦，所以说我们偶尔也可以给它们提供一些新鲜的树枝，或者是像一些牧草等等，让它们做啃咬。这些选择啊都是相当不错的哦。我们在带塞内加尔回家的时候啊，前1-2个月它们情绪可能会比较不安、比较紧张一点，我们就需要花更多更长的时间啊给它们做陪伴。一方面啊是建立起你跟它们的感情，那第二个方面也可以降低它们不安的感受。如果我们在饲养塞内加尔鹦鹉，想要让它们的羽毛更加亮丽的话，那一样也要特别注意定期的洗澡沐浴，甚至说啊也要去观察它们的身上有没有出现羽虱，这些体外寄生虫都有可能去影响它们的外观、它们的样貌哦。接下来第4个要介绍的品种就是之前介绍过的秋草鹦鹉。秋草啊算是一种小型而且相当热门漂亮的品种，但是你知道吗？其实秋草鹦鹉它们的原生种没有这么样的粉红亮丽。虽然说原生种的秋草啊，它一样是以浅粉红色为主，但是它们的羽毛、它们的体色啊会带一点深咖啡色。那当然，经过人工的培育、人工的繁殖，秋草鹦鹉它们也陆陆续续的出现很多不同亮丽的颜色、亮丽的品种。它们也算是一种体型比较小的鹦鹉，跟虎皮鹦鹉差不多大。那个性的部分是属于比较温和、比较安静、比较容易上手的品种。但是这个鹦鹉的品种要特别注意哦，因为人工的繁殖关系啊，很多人都为了去繁殖出基因比较漂亮的物种，所以说很容易出现近亲繁殖的问题。那因为有这些近亲繁殖的问题，所以市面上的秋草鹦鹉，它们的身体啊有时候会比较虚弱一点。我们在选择饲养这种鹦鹉之前啊，也要有这样的心理建设。在购买之前也最好去问一下店家哦，这只鹦鹉它们的基因、它们的品种有没有出现近亲的问题。那这种秋草鹦鹉，它们会不会学人说话呢？其实啊，这些小型的鹦鹉，它们学人说话的能力都有限，但是有部分的个体啊，一样是可以学人说话的哦。有些人会形容这种秋草鹦鹉跟人的关系非常的好，像小狗一样，在家里飞行的时候不会飞太高。它们的个性也很喜欢跟人一起玩耍、一起游戏，因为它们是喜欢飞行的，所以说它们的笼舍可以帮它们准备大一些，让它们在笼子里面的时候，一样可以有一个足够的空间飞行。人工饲养的秋草鹦鹉，它们的叫声啊也比较安静。那至于它们的破坏力的部分，跟其他鹦鹉比起来，当然就小了很多。它们在每天的早晨以及傍晚的时候，个性都会变得比较活泼一些。再来，它们在笼子里面活动的时候，它们有时候会比较喜欢待在比较低的地方活动，也就是笼子的底部。所以说，笼子的底盘还有它们的笼底部分，也一定要记得定期的做清理、做消毒，对它们的身体健康来说都是比较有帮助的。那这种鹦鹉，不论你是饲养在室内或者是室外啊，也要特别注意放一个温湿度计，随时去注意它们的温度、湿度变化，尽量不要让它们的温湿度变化太大，对它们的身体来说都是比较有影响的。接下来要讲的鹦鹉品种就是所谓的玄凤，上一集啊也有讲到这种玄凤鹦鹉啊，有些观众就反映说，其实这种鹦鹉他们觉得比较没有那么适合新手。我觉得会造成这样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我之前饲养的那只玄凤鹦鹉，它的个性比较好，我在照顾玄凤鹦鹉的时候比较没有遇到太多的问题。那如果跟其他那4种我们说比较容易上手的鹦鹉来说啊，玄凤鹦鹉它们的身体啊当然是相对比较敏感一些的哦。我们在照顾它们上面也要特别注意消化系统以及它们保温的问题。那在这一集里面，为什么安静的品种里面我会选择推荐玄凤鹦鹉呢？在这些品种的鹦鹉里面，鹦鹉大叫的时候，玄凤鹦鹉则是使用一些口哨的方式来发声，它们的叫声啊是相对比较温和一些的。那嗓门的部分啊算是中间，特别是公鸟的部分，叫声也会更大一些。根据我之前饲养的经验，手养起来的玄凤鹦鹉它们是非常非常亲近人的，而且更因为一些网络流传的玄凤鹦鹉影片，让大家对这种鹦鹉的印象啊都相当的好。不只是它们的可爱腮红外形相当的吸引人之外，它们比较容易去学一些吹口哨的声音，都让很多饲养过玄凤鹦鹉的人啊觉得相当的神奇。那在照顾玄凤鹦鹉上面，也要特别注意啊，要多补充它们一些蔬菜以及水果。如果它们长期饲养谷物的饲料之后，其实啊，它们对蔬菜水果的接受度会变得比较低哦。如果长期这样子的状态，就容易造成它们的饮食不均衡。所以说，如果你观察到你家的玄凤鹦鹉有一样的情况，为了它们的健康，你就要有耐心、细心的去调整它们的饮食状况。再来，我也要提一点哦，玄凤鹦鹉它们在繁殖期的时候啊，叫声会变得相当的巨大。大家在饲养鹦鹉之前，也可以把繁殖这个问题啊纳入一个考虑的因素，因为很多鹦鹉它们在繁殖期的时候啊，体内出现了变化，所以说它们的性情以及习惯都会跟以往有一些不同。除了我们前面讲到的5个鹦鹉品种之外，还有哪些鹦鹉是适合安静生活的鹦鹉呢？有些人会推荐
荐说你可以饲养虎皮鹦鹉，但是我个人是觉得是因人而异，而且因鸟而异。有一些虎皮鹦鹉它们的叫声就真的比较大，那有些虎皮鹦鹉它们的个性可能比较安静一点。在饲养这些个体的人，就会相对觉得说，其实虎皮鹦鹉也不会太吵啊。他们会觉得虎皮鹦鹉的叫声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要特别注意的是，有时候如果2只以上饲养、群体饲养的话，它们的叫声就会相对的更大一些哦。同样的，横斑鹦鹉也是如此。通常横斑鹦鹉它们的叫声比较大的时候都是在找人或者是找同伴。如果2只养在一起的时候同时间如果一只开始叫，另外一只也一样会开始叽叽喳喳的鸣叫。不过有些人是觉得虽然说它们会叫，但是它们的叫声相对的不算是太尖锐。如果你是选择在室内饲养的话，也算是一种还可以接受的品种。它们的叫声跟其他的像是爱情鸟比起来是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它们的性情的部分也相对的更加的稳定不知道这种鹦鹉是不是比较懒一些它们在笼子里面，我们观察到它们很常都是用爬的。如果你想要饲养横斑鹦鹉的话，每天喷一些水在它们的身上，它们都是非常喜欢的那除了鹦鹉之外，一些雀科的鸟类，像是一些金丝雀、文鸟等等，它们对于一些喜欢安静生活的人来说都是比较好的选择。文鸟的部分它们的个性会相对的比较暴躁一些，有时候会出现攻击其他鸟类的行为，甚至说如果有时候2只公的养在一起，它们有时候会出现打斗的问题。如果你想要饲养文鸟，也要特别注意它们每一只的相处状况。那以上的影片就是帮各位整理一些叫声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宠物鸟。有些人看完这支影片可能会在底下留言说，我家的鹦鹉其实不是像你讲的这样每天都还是很吵当然我还是要声明其实每一只鸟它的个性都是不一样的，况且只要是鸟它就一定会叫。很多人常常在脸书上面开玩笑说，如果你真的想要找一只完全不会叫的鸟，那可能就要找一只玩偶来陪你了。如果你想要饲养一只叫声比较没有那么大的鸟除了在品种的上面可以做考量之外，有时候我们也可以透过一些小方法，让他们的心情比较稳定一些，多少也都可以去帮助解决叫声的这个问题。而这个方法就是你可以播放一些古典的温和音乐给他们听。有一些体型比较大、旋律性、音乐性比较好的鹦鹉，例如巴丹鹦鹉，有时候他们在大吼大叫的时候，我们播放一些比较安静的音乐给他们听，例如一些睡前的音乐。这个方法就可以大大的帮助各位解决他们有时候在大吼大叫的问题。如果你平常被这些鹦鹉大声的鸣叫声所困扰的话，或许你可以试试这个方法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这边啦。喜欢我的影片的话，也不要忘记帮我按赞并且分享。不想错过任何跟鹦鹉有关的知识以及教学的话，也一定要记得订阅鹦鹉小木屋的频道，也一定要记得开启小铃铛，而且开启全部的通知在全新的影片上线的同时，你就可以接到第一手的消息咯。另外，鹦鹉小木屋的 IG 以及脸书的粉专都会随时更新最新的动态与消息。如果你想要成为鹦鹉小木屋的房客，也不要忘记去追踪一下如果各位观众在饲养鹦鹉上面遇到任何的问题，影片底下的留言区都是24小时公开的，大家也都可以在下面留言问我我一样都会尽可能帮各位做回复。我是 Jack， 我们下次见咯，拜拜。You